大家好，我是 FCG RZ，就在今天5月27号公布了下个月，也就是我们 WCQ 预选赛前最后一次的竞卡表。那这一次竞卡表的话，稍微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哦。那废话不说，我们马上开始讲吧。那首先是静止卡部分，这个部分没啥好意外的，出乎我意料之外，不是这部分，这家伙终于死了，好不好？这个眼魔龙，灾厄这一只早该死了，这上次 DCB 结束就该死了啦。那这一次现在死也只不过就是把这个还在外面逍遥法外的人抓进监狱而已。那这一只死的话，我相信应该不会再有操纵武者了。我相信不会再有人玩操纵武者了。那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自然和鲁斯吧？就原本这次 DCB 可能会有自然和鲁斯在那边做这个灾厄，但这次应该就不会有了，因为就禁掉了，所以就不会有了。但自然和鲁斯的话，之后还是能玩啦，不过可能要等一下，就等那个百夫长的那个12星同步出之后，才有一个比较好的怪兽，就比较好的终端去做，不然这个就现在你拿自然和鲁斯的怪去出要变有点太亏了。然后再来是现一卡的部分啊，这次现一的2张卡都是蛇眼系的，一个是蛇眼的小蓝，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通气令。好，那这也是这一次竞卡表最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地方啊！我没想到小蓝这么快线，小蓝你走得这么快，走在 OCG 前面。通气令的话是没什么好意外的啦，就本来感觉这次这个月的表应该就是会现一通气令，但我没想到小蓝是这么现的。具体的影响的话，蛇眼一定是会稍微弱一个档次的，但我不觉得蛇眼会真的弱到哪里去。就至少跟同一个环境的卡组相比，可能确实现在就一定比 RS 弱了吧，但我觉得应该还是比其他环境内的卡组稍微强一点啊，因为上次 DC 杯的时候，蛇眼是3个篝火，蛇眼是0个篝火，3个小蓝，那现在 DC 杯蛇眼是3个篝火，1个小蓝，那他上次3张你打不赢，这次他4张你真的打得赢吗？对，这是我的一个小问题啦。当然，一眼过去的话，确实对蛇眼来说是很痛的，因为2变1嘛，2变1肯定痛的。然后加上就是卡组里的蓝会变少，就是现在蛇眼打一打有时候会有个问题，就是你牌组没有东西可以拉了，就怪本身变少，其实也是大问题的啦。对，那个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就看解厄的部分。那解厄的话，就这个雷精灵白。但应该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影响，就雷精灵还有太多东西在里面，小蓝限2啊，然后终端被禁掉啦，然后痛到点合力是限1的吧，就太多东西都还在里面，所以没啥想法雷精灵。然后最后是开散的部分，开散的话影缩，然后擎剑猴，这应该都没啥影响啊。然后闪刀启动的话，早该开散的东西就没啥问题。对，那配合这次下个月应该是会出闪到的新卡包，所以就配合一下，那就开出来给大家玩一玩。那强度的话就不怎么样吧。就如果你是想要冲 WCQ 的玩家的话，那这个启动开3跟你没啥关系。好，然后再来是这个勇者啦，阿拉梅西亚之遗，好不好？这个阿拉梅西亚之遗。这个现在环境勇者是22嘛，就水潜2，然后移2，但基本上没什么人用了，所以我是觉得2到3也没什么影响啦。因为1到2的状况下其实是差很多，但2到3其实不会差那么多，除非跟 combo 有关系，不然一般来说1到2是差最多的。那2到3通常都没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勇者的话。应该是掀不起什么波澜的，我自己觉得。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吧。好，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注的踢表环节，好不好？你们最爱的踢表环节，马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竞卡表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啊？来，那就是这里。好，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说我把阎王排上去了，因为下个月目前根据国外的可靠情报剧透，下个月应该是会出阎王的，而且阎王是有出阎王机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把阎王排上来了。好，那我们马上来讲一下这个竞卡表后，然后加上新卡包实施的话，大概会是什么感觉？
因为新卡包的话，除了阎王以外，目前透露2个，另外一个是圣什么圣那卡组叫什么圣邪情理还叫什么？那名字太难念，我忘记了。然后另外是闪刀机，那另外2个跟竞技应该扯不上什么关系，所以就不管了。那就阎王吧。就经过这个卡表的话，因为消防队只有被动到一个通气令的关系，那通气令的格子就换黑魔女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区别。那我给到消防队就是 S， 当之无愧的 S。那这环境能 S 的应该也只有他，我自己这样觉得。然后再来 A 级的话，就是被砍完的蛇眼和阎王。那具体理由的话，我是觉得就没还好吧，问题好像也不是很大。就阎王跟蛇眼这2套卡组，基本上单蓝开就是蓝开肯定是他们最强的动作，但因为还有3张篝火的关系，所以线5到线4听起来也没那么严重嘛，对不对？然后一直有人说 T3 可能会出问题，但我一直想不到 T3 要怎么出问题。我们不就下个绿就解决了吗？就可能会出问题的状况就是你跳了绿，然后你在对手回合炎龙的续航又被阻断了。对，那就是你打完一套，然后你在对手回合炎龙续航又被阻断，然后又被解了。但感觉这个问题发生的几率有点小，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大的问题，我也不确定。不过蓝线一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状况出现啊，就是现在蛇眼有时候刚前面有讲到，就是牌组没东西拉，这个就可能会是比较大的问题。这样，那大概就这样吧。然后后面的话，我自己觉得比较有实力的应该是1/4坏啊。那1/4坏，我看下来，我感觉荷鲁斯1/4坏还是有点说法的。确实有奇多卡洛斯让这个卡组，就让荷鲁斯加1/4坏这个卡组变得运行的比较 OK。那目前暂时排在这里啊，但搞不好说不定也可以往前拉，就他可能会比砍完的这些强，也说不定，有可能。然后白银城的话，我自己觉得贴纸城还是一个很好的 counter meta 的牌组啦，就 counter 就是落后场的前面落后场的牌，像是消防队啊之类的，就我觉得白银城你如果不是那种贴纸的，其实你也没有那么优开消防队，但贴纸的确实是有优开到的。对，那贴纸在波1的实力应该也不用我多讲，就大家都知道。好，那再来就转圣岩兽跟传爱兽啊。那传爱兽上次把东西开回来了，那还行，就这牌组就是还行。然后出了中黑也让这牌组更好变身。然后转圣岩兽的话，经过一波的强化，我自己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手坑交换的牌组啦。但问题跟短板也是很明显，一个重狙，一个后手，然后还有一个陨石，就这样。那就是不弱。也没有那么顶尖的卡组，大概这样吧，就有利有弊吧。就它有它的优点，然后也有它的缺点，这样。然后后面的话就是烙印、奇美拉、破蟹，然后次元系的叉 D 跟 VS。我是觉得现在这环境没什么次元系的卡组可以玩啦，所以真的你要放次元系进来的话，就这2个吧。就可能因为其实上面的牌都还是怕次元的，所以次元系可能还是有点说法，但消防队不太怕。消防队没有那么怕次元，就因为它有3个起调，3个 emergency， 然后还有一个增援。那我自己会放指明者，所以大概这样有9张牌让你的次系没啥用，所以消防队可能没那么怕次元系的状况下，我自己觉得 VS 跟XD 在这个环境的表现可能不是来的那么好。然后破蟹的话就老问题，太怕狙了，然后有时候重挥也会倒闭。奇美拉的话就还行吧，我没怎么玩过。然后烙印就动点实在被砍太多了，所以我自己觉得不怎么样啦。那喜欢玩的人还是会继续玩，这样就还行吧。就虽然动点有砍，但会玩的人会抽到烙印融合的，而且他烙印融合会过，就这样。那 T 表的话大概就这样吧。然后再来，我想要澄清一个观念，就是有人说什么。就今天一直会看到，就这2天一直会看到说什么，哎呀，砍蛇眼是要卖阎王哦，不是老哥，你真的有玩过阎王吗？你知道阎王最强的动作是什么吗？通招小蓝。那砍蛇眼怎么会是卖阎王呢？这就你玩过 OCG 你就会知道嘛，就阎王最强的动作是通招小蓝，那你砍小蓝肯定不是卖阎王嘛，对吧？阎王还是要来抱蛇眼的大腿的，对啊。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把阎王给到 S 的原因啦。我自己心目中阎王跟蛇眼这2套卡组的强度，其实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差到太多。就2套都开发完全的状况下，其实阎王就是一个上下限比蛇眼，就上限比蛇眼高，下限比蛇眼低的一个卡组。就其实我觉得2套卡组一直都没有差到那么多啦。对啊。我自己还是挺看好阎王的吧，因为我觉得阎王本身上限高，在 MD 是有优势的，而且其实消防队怕的阎王就不太怕，像是什么那种大解牌啊、扫后场的啊，这种阎王都不太怕，所以可能在环境上来说，就如果大家想针对消防队的话，反而你阎王就会吃到环境红利，这样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好，那大概就这样吧。以上就是我对这个环境加新卡包会有阎王的一点小小的预测啦。那具体呢，还是得看出来，到时候实战过我们才知道真的环境会长怎样。好，那大概就这样，本期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者时光上来询问。觉得我做得不错的话，也可以加入会员点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我是 FC JRZ，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